是非，前尘暗藏血泪。一别经年难追，道不尽真实原委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。执念难消，寸真曲伪，任风吹。风雨飘摇，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。至少有你同喜与同悲。揭开宿命，一往无为，一场梦回。山河明媚，只手与君归。思想来回，心不说成灰。是我办事不力，未在瀛州拿下沈都。瀛州的火峨门全没有了。是。废物，不可留！伤得不轻，看来是要养些时日了。瀛州的那些半面鬼，可都有处理好？已经事先种下了毒，绝无活口。很好，那莫千之留给沈都的东西呢？这就是沈都要找的东西。这个莫千之盯着瀛州那么久，想必是掌握了不少朝中人的把柄。师级，怎么会？一定是那个时候被沈都调了包。你被沈都给耍了。我。沈都，我倒要看看你接下来要如何破局。没想到，张相党羽这么多年，一直通过甘南道同西城国走私往来获取暴利。燕王殿下竟然也以资助为名，收买边陲将士人心。师兄默默掌握了朝中两股势力的把柄，却未曾上报，想来是不相信朝廷。陈火应该是知晓一二，所以想借我的手找到这本册子。那你要如何处理这个？我想，大哥领，大哥领不好了！何事慌乱？抓到的几个半面鬼还没问出什么，就都暴毙了。禀大哥领，这些人应是中毒身亡。他们被抓进来的时候，我仔细的搜过身，就连嘴巴里的牙齿都一一检查过，绝不可能有让他们服毒的机会。这针眼怎么会？是有什么发现？景灵说的没错，这些人被抓进来之前，
应该是中了某种慢性毒药。仵作可否查出是何种毒药？可以，不过需要一些时日。查明之后立刻上报。是，大哥领。是时候回香安了。你在看什么？这一路上，我们沿途经过了不少地方，这些是我与当地百姓闲聊的记录。是有什么不同的发现吗？从这些人的回忆中，确实是发现了一点蹊跷。沈府旧案发生的前一年，大仓遭遇了水患，不少百姓因为粮食短缺而过得极度困难。可在甘南道这里，百姓的记忆中，也有一些地区受了水灾的影响。按理来说，应该余粮不足才对，可当地的粮价非但没涨，反而降了不少。这些凭空出现的粮食究竟从何而来？你的意思是说，的确有一种可能，有人暗中取走了粮仓中的官粮。有刺客！六娘，走，撤！不必恋战，我们进攻。沈大人果然忧国如家，这刚入皇城就来宫中禀报，难怪我母后会如此器重于你。英王殿下过誉了，臣不过是尽己所能，但求不负太皇太后的信任。你若当真有此意念，最好也不枉我母后对你一番思量，望你扶摇而上。殿下此言何意？罢了，今夜已深，家安也累了吧？沈度，回头来我府上再续吧。
太皇太后，您喝茶。太皇太后，他们来了。给太皇太后请安。太皇太后万福金安。起来吧。沈爱卿啊，你派人送来的奏折，哀家已经看过了。莫千之已死，叛军已剿，半面鬼也被歼灭了。瀛州一事办得不错啊，在办案中还遇到过什么难处啊？托太皇太后洪福，一切顺利。哀家得赏些什么给爱卿呢？这沈度本就是大内阁领，统领各级官员，已是一品大员了。那这官岂不是无甚可升了？你这张嘴，皆是哀家宠你，信口开河。幸好沈爱卿不是外人，否则会让人觉得哀家想借你的嘴敲打沈爱卿不成。太皇太后恕罪，宝环知错了。沈爱卿啊，你作何想啊？你想要什么赏赐？尽管跟哀家说，我定会答应的。这本就是臣的分内之事，无需赏赐。此次瀛州之行，若不是有夫人在侧，恐怕也不会如此顺利。若要赏赐，都官令史严幸当赏。哦呦，原来是要为自家夫人讨赏呢啊！看来这瀛州之行，你们夫妻感情精进，哀家可是做了件好事啊！啊！太皇太后英明，起来吧。沈爱卿实乃肱骨之臣，功成不居呀。好，这赏赐的事儿就依了你，给阁领夫人了。严爱卿凭瀛州之乱有功，擢升刑部辖下都官主事，从6品。谢太皇太后。严爱卿啊，你还有什么特殊想要的赏赐啊？回太皇太后，微臣并无其他想要的赏赐。哎呦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机会难得的。微臣所言句句属实，微臣不想要赏赐，唯愿天下清明太平。好，严爱卿身为女子，心系天下，我们大仓真是需要严爱卿这样的官员。听说你们在瀛州时遭遇劫难，差点丧命，着御医去府上调理。是。怎么了？才得了赏赐，为何闷闷不乐的？都官严主事，我这才刚咂摸过味儿来。瀛州之行姿势体大，太皇太后不赏不好看，可又并不想赏你。那个张宝环定是看懂了太皇太后的心思，与徐内司唱起了双簧，故意说什么封无可封，就是不想你邀功。若不是你精明求全，将此事接了过去，还真保不齐会怎样。莫大人留给你那本册子，你要如何处理？那本册子牵连甚广，但日后找机会呈上吧。狐狸都经不过你，你连夜进宫求见太皇太后，却又不提册子的事，就是为了虚晃一招，好让有些人心生忌惮。恐怕他们今晚都睡不安稳了。哎呀，知我者，夫人也。所以，我这是躺着捡了个封赏。
英王殿下说你忠于职守，但你也不用半夜都忠于职守不回家吧？有个地方，我得让夫人知道。这是我要让夫人知道的事。当年沈家遇难，我娘身染重病，自知命不久矣，便让我写了自白书。我不会写，我也不能写。父亲宁愿用死来证明清白，我宁愿同父亲一样以死明志。可要是连你都死了，那这冤案可就真的结了。沈家上上下下这么多枉死的人，还有你爹，他们的冤屈，他们一直想要的真相，可就真的没有人知道了。还劝诫我，说忍一时入世，方才有机会还沈家一世清白。从那日起，我此生我要为恨而活了。我身上背负着太多沈家人的不甘，寻找当年的真相，成了我唯一活下去的理由。世人或许都已经忘记了，或者说是无人在意，但我却清清楚楚地记得，每时每刻都不敢忘。为沈家殉难的每一个无辜的人，不是只有你，还有我。我记得，我从未忘记过沈伯伯。沈府出事，人们说沈伯伯叛国通敌，我不信。他是我见过最正直、最无私的人，绝不可能做出伤国伤民之事。所以从那时起，我便立志做女官，进刑部，只求有朝一日能自己找出真相。
世人都叫我白无常，所以我也就认定了自己就是个孤魂野鬼，独自行走在这人间炼狱。真的没想到，怎么会有人跟我一样傻？明明是暖的，活生生的，怎么会是孤魂野鬼？这个血可是带着那么多人的期待活着的。从今往后，你不会再是一个人。我一定会努力帮你找出真相，还神父清白。我梦里是个镜中花，不是虚幻的浮华。何惧前途飞沙，追时光策白马，共赴吧。爱纯净本无瑕，任苍穹去变化，共度吧。哎，过去牵马去。大哥领，夫人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让你们担心了。夫人莫急，我才没有着急呢。沈家的列祖列宗，在天有灵，大格林现在悟了，悟了。时辰不早了，夫人早点休息。哦，好。去哪儿？睡觉。为夫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。沈多，是你说过的，以后我不会再是一个人。既然有胆子闯进来，以后可就逃不出去。我言令了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
张侍郎到。太皇太后叫我来颁赏。赏刑部辖下都官主事严姓，绸缎1万匹，黄金1万两，以显其功，广布恩泽。谢太皇太后赏赐。太皇太后还有一旨。太皇太后有旨，今大内阁领审度，平定叛乱，和谐众邦，功勋卓越，考归万象。有皇女嘉安，柔家居会，婉意有仪，行端仪雅，礼教克贤。今及方年，待字金规，2人良缘天作，今下旨赐婚，望敬尽与国，同心同德。大阁领，这是太皇太后的旨意，非是旁人的意志可以左右。好歹先把这旨接了再说。张侍郎也看到了，沈某无意与嘉安郡主联姻，沈某的夫人也不愿意沈某另娶，还望回禀太皇太后。你可知太皇太后为何让我来宣读这旨意？此等宣赏的事，应当是由太史局的人来做，何须用到我呢？为何？你不懂，大阁领还不懂吗？还请说个明白，莫要与我打哑谜。看在韩世元如今入赘你们严家的份上，我且透露给你，免得以后让世元知道了，无端埋怨我。你想啊，嘉安郡主是英王殿下最疼爱的女儿，而英王殿下又是太皇太后最疼爱的公主。英王殿下的性情又与太皇太后最为相似，所以获得了最多的宠爱，甚至压过贤王一头。此等状况下，却将嘉安郡主赐予大阁领为平妻，为何意？大阁领权势通天，功勋卓越，更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贵荣华，可以举目四望。可大阁领形单影只，背后没有任何的依靠，他更是娶了你这个从六品的小吏为妻。嘉安郡主她即便要嫁，也应当在皇亲国戚当中随意挑选，何须嫁于沈度？你爹可说了，如今沈家只于沈度一人，与沈家有关联的也只于莫千之和那管家。莫千之也已死，那沈度在朝廷里面就真的是最无依无靠的一个人，又兼监察百官之职，但凡出一点差错，那死也容易得很。所以舍不得孩子套不到老，沈度便是那只狼。
太皇太后如何分，我都能忍。但赐婚就不必了。沈梦怡娶妻，今生不会再娶了。张侍郎，沈某现在随你回宫退婚。沈都，格陵，沈都。你这是想抗旨不遵呐！太皇太后，臣与夫人感情甚笃，何况臣执掌内阁，监察百官多有怨言，实非富贵美差，更不愿嘉安郡主下嫁受苦。哼，若非哀家撮合，嘉安郡主岂是你能高攀？嘉安郡主身份高贵，臣自知不配，更不敢觊觎，还请太皇太后收回成命。你大胆！臣为官数载，从未替自己惦念过什么，唯独今日，恳请太皇太后收回成命，臣必定结草衔环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沈格力一向忠心耿耿，其行可见，您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臣知道，太皇太后是苦心为臣铺路，臣朗朗真心立于世，一心为太皇太后分忧。若还需要嘉安郡主下嫁才得以保全，那便是太皇太后信不过臣的能力。太皇太后，你又有什么事？明堂出事了。什么？臣派去的人曾查过多次，都未发现问题，而这一次，是他们过于贪婪而露出了破绽，刚好被察觉。再倒回去查时，才发现问题所在。有人分裂了阴阳账本。阴阳账本，何为阴，何为阳？所谓阴阳，便是明面上一本账册，用的是龙门记账法，而背地里还有另一本账册，用的却是四角记账法。继续。明面上的这本龙门记账法记载的账册，做账的人手法巧妙，从账本上看，的确不出任何差错，故而从明堂初建至如今，审查的户部要员查不出任何问题。而刚刚发现的另一本账册，则用了四角记账法，所以打眼一看，察觉不出与明堂账册有任何相关。差了多少？真是借了狗胆了，居然能贪墨2000多万两白银呐！参与重建的官员，无有不涉及，除却张宝环，张大人。宝环对此账目并不擅长，也无此胆量。但是，这明堂之事是交付于他统筹的，他便有监察不力之罪。让他走，去往别院精心静养吧。是。至于其他人，这些官员位列朝中各个党派。各个党派，还有我周氏一族。微臣一说，
还望太皇太后恕罪。你何罪之有啊？我只当朝中官员虽各怀心思，但都心系天下，却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毒瘤起于微末呀，如今是暗影浮动，人心难测。太皇太后一心为国，而朝中大臣却个个别有心思。尤其是瀛州刺史莫千之一事后，甘南道尚未有人接任，我看他们都有些等不及了。是时候敲打一番了。太皇太后，沈都的内卫府鲜少与他人走动，办事也尽心尽力，会是个不错的人选。只是，若他与嘉安郡主结亲，那恐怕往后做事就多有掣肘了。你想帮他，也得看看他够不够聪明。明堂一事，先不要声张，暗查。是。御茶司、内卫府分别传我的指令。你倒真是什么都不怕。原本以为难免一顿皮肉之苦，没想到比想象中顺利些。你是说，退婚之事就这么过去了？未必，太皇太后这口恶气还没有出呢。但赐婚一事来得蹊跷，恐怕与那本册子有关。想必是英王殿下怕我将他资助瀛州兵一事呈上，所以才让太皇太后赐婚，想要将我绊住。但可惜，太皇太后无暇顾及此事。是明堂那边出了大事，你早就知道此事。沈都，难道说徐内司刚好上报此事，并非碰巧？人们不知道，明堂对于太皇太后来说另有深意。它是见证了太皇太后与先帝的情谊之所。明堂大火之后，太皇太后对于重建之事极为上心，不仅派去了自己极为信任的张宝环坐镇，还下旨修缮经费，上不封顶。上不封顶，经费无上限，不代表底下蛀虫可以中饱私囊。那涉及了多少啊？恐怕可以撼动整个朝堂。他们算是彻底激怒了太皇太后。